Hello，大家好。2020年呢是史无前例的一年，因为疫情，一切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所有的经济学家在今年都无法预测经济的走势。疫情爆发呢，给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为疫情啊，买房者、卖房者、租房者，他们的需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呢，都是先经历了创纪录的春季下跌。然后呢，又经历了几个月创纪录的销售。最近在房地产市场领域，18小时城市这个概念越来越热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房地产领域的专家都认为，18小时城市将成为加拿大2021年最热的房地产市场。先来说说什么是18小时城市吧。它是相对24小时不停运转的一线城市来说的。和一线城市相比呢，18小时城市是生活成本和创业成本更低，人口增长率更高，生活便利的二线城市。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概念呢和2020年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像郊区和农村地区往往会牺牲生活的便利、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而18小时城市呢则不会。这也类似于近几年中国的年轻人因为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巨大，纷纷逃离北上广，选择二线城市居住是一样的。近几年来呢，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越来越多的房地产投资者呢，已经开始选择18小时城市投资。18小时城市呢，一般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人口增长快，特别是年轻人口增长迅速。第二呢，就是就业增长快，尤其是科技行业。第三呢，是有良好的交通配套。第四呢，是教育资源良好。第五呢，是有较低的犯罪率。第六呢，是生活便利。一般情况下，18小时城市的出现呢，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比较传统也是比较慢的方式，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聚集，最后呢，形成一座中心城市。在加拿大，温尼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温尼伯现在还没有形成18小时城市，但是呢，现在已经往这个趋势发展了。18小时城市第二种形成方式呢，就快多了，那就是大城市人口的逃离。大城市的人口为了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他们很多会选择去二线城市生活。就像加拿大现在的基奇纳滑铁卢，已经初步显现出18小时城市的特点。这个城市技术工作和学校相结合，吸引了大量的多伦多地区的年轻人。房产专家认为，2021年加拿大的18小时城市可能是住房需求的最大市场。因为年轻人在加拿大展开职业生涯，他们在不愿意牺牲发展机会的前提下，其实有很多实惠的二线城市可以选择。这些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呢，高于加拿大的平均值。而且生活成本和创业成本呢，远低于一线城市。逃离了一线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他们的幸福指数也会比原来更高。有更多的人选择在这儿生活或创业，因此呢，他们经济发展也比较稳健，用人的需求呢也会稳步增长。所以这些城市呢，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替代选择。统计显示，2012年到2017年间，20到34岁的年轻人总计从大温哥华地区流失了18670人。那多伦多的人口逃离潮就更惊人了。2012年至2017年，20到34岁的年轻人总计从多伦多市流失了142465人。蒙特利尔也是如此。根据魁省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有59633人从蒙特利尔搬到魁北克其他地方定居。这是自2009年以来，蒙特利尔首次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失。其他国家也是这个趋势。纽约2018年呢，流失了近4万年轻人，这是10多年来纽约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最近，针对美国企业来说，加州也正在失去吸引力。目前包括惠普、特斯拉、甲骨文在内，越来越多的科技巨头呢，选择逃离加州。这是因为高额的房价、租地成本让企业和员工都倍感压力。其次呢，是新兴城市的崛起，外部竞争加剧，而疫情呢，仅仅是个催化剂而已。再看英国，过去10年间已经有大约55万人离开伦敦，回归小镇生活。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人们离开城市前往小镇生活的年龄比10年前已经年轻了10岁，目前平均年龄呢是37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逃离大城市。这次疫情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它促使购房者重新考虑他们居住的位置。随着远程办公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普遍，有些公司呢，他们的远程办公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比如说，微软公司允许员工每周有不超过一半的工作时间远程办公。在经过公司批准后，员工呢可以选择永久性远程办公。推特、脸书等一些科技巨头也宣布，即使在解除新冠疫情封锁之后，他们也将允许部分员工永久性居家办公。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开始优先考虑在家办公。以前呢，他们需要考虑住的地方离公司更近一点。今年因为疫情才导致了更多的人把买房的范围放大到郊区甚至是农村地区。但更多的人呢，还是希望在18小时城市找到更好的价值。比如说渥太华，今年11月份房价同比上涨了19%。潜在买家呢，目前竞争还依然激烈。由于外地买家呢转向渥太华市场，推动了巨大的购房需求。预计渥太华房产价格呢，在新的一年仍然会上涨。现在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专业人士呢，对18小时城市越来越感兴趣。因为它的回报是远远超过大城市的。普华永道在2017年发布的报告中将多伦多指定为加拿大唯一的24小时城市，也就是加拿大唯一的一线城市。而蒙特利尔、温哥华为18小时城市。普华永道认为卡尔加里处于18小时城市的边缘，魁北克市、渥太华、基奇纳滑铁卢和埃德蒙顿呢，则被认为是潜在的18小时城市。但时间已经过去了3年，主流的看法认为，除了多伦多是明智实归的24小时城市，那温哥华完全是因为房产负担过重，不适合作为18小时城市。蒙特利尔也类似，所以说呢，没办法，只能把它归类为24小时城市。卡尔加里和渥太华呢，则已经发展成为典型的18小时城市。未来18小时城市可能还会有魁北克市、埃德蒙顿、基奇纳滑铁卢、哈密尔顿、哈利法克斯、温尼伯、密西沙加。一方面，年轻人呢不能守着24小时城市，把自己的青春就白白浪费在一套房子里，他们纷纷转移到18小时城市，这样呢，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能会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呢，即便对于投资者来说在18小时城市投资房产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多伦多、温哥华这样的城市他们的租售比已经低得可怜了。而且呢，今年因为疫情，公寓的租金已经大幅下跌，甚至是能找到租客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投资投的是未来，所以说呢，更多的投资者呢会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些。在未来，随着加拿大城市的不断发展变化，还会出现更多的18小时城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